手机屏幕上那张烫金请柬的照片，让我足足盯了10分钟。诚邀您参加我们的婚礼，发件人是我的前夫林志远。我们离婚才1年，他就要和那个小三结婚了。更让人愤怒的是，他居然还邀请我参加婚礼。苏晴，你一定要来啊！毕竟我们曾经也是夫妻一场。他在微信里这样写道，还配了个得意的表情。我看着那行字，手都在发抖。这个男人真是太过分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苏晴，今年32岁，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。1年前，我刚刚结束了一段7年的婚姻。离婚的原因很简单，林志远出轨了。那个女人叫张美娜，比我小8岁，是他公司新来的实习生，年轻漂亮，声音嗲嗲的。最关键的是，她崇拜林志远。志远哥哥，你好厉害啊！志远哥哥，你教教人家嘛。每次听到这些话，我都想吐，但林志远却很受用。我发现他们的关系时，他们已经在一起3个月了。那天晚上，我拿着手机里的聊天记录质问林志远，这就是你说的加班？我把手机屏幕转向他，上面是他和张美娜的微信记录，什么宝贝想你了，今晚还是老地方，这种肉麻的话一大堆。林志远看到后，先是一愣，然后居然理直气壮地说，苏晴，我们结婚7年了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哪还有女人味？每天就知道工作工作工作，回到家也不收拾，连个热饭都不给我做。你再看看美娜，多温柔，多体贴。听到这些话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所以你出轨有理了？我没有出轨。林志远大声反驳，我和美娜是真爱，我们之间早就没有感情了，维持这个婚姻还有什么意义？我被他的无耻震惊了，出轨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，我真是服了他。好，既然你觉得没意义，那我们就离婚。我当场就提出了离婚。林志远愣了一下，可能没想到我会这么干脆，但他很快就同意了。离就离，谁怕谁？他说，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房子是我买的，车子也是我买的，你什么都别想分。我冷笑一声，你以为我稀罕你那些破东西？房子我不要，车子我也不要，我只要我自己的东西。就这样，我们在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，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，7年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。离婚后的前几个月，我过得确实很难受，不是因为舍不得林志远，而是因为突然一个人生活，有些不适应。但很快我就振作起来了，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，业绩一路飙升，公司老板对我很满意，不仅给我涨了工资，还提拔我做了创意总监。我还搬到了市中心的高档公寓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说实话，离婚后的生活比结婚时轻松多了，不用每天想着给林志远做饭，不用看他的脸色，不用听他的抱怨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到很晚，可以和朋友们出去聚会，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最重要的是，我重新找到了自己，那个自信、独立、充满魅力的苏晴又回来了。半年前，我在一次行业聚会上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江晨。江晨是一家投资公司的合伙人，比我大3岁，成熟稳重，事业有成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很尊重我，从来不会像林志远那样贬低我。晴晴，你真的很优秀，这是江晨经常对我说的话。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。和江晨在一起的这半年，我感受到了久违的被爱的感觉。他会在我加班时给我点外卖，会在我生病时照顾我，会在我心情不好时陪我聊天。
他从不嫌弃我工作忙，反而很支持我的事业。一个有事业心的女人最有魅力了，她总是这样说。和林志远的相处模式完全不同，江晨给了我足够的尊重和空间。我们计划着下个月领证，然后明年办婚礼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林志远的婚礼邀请函来了。看着那张请柬的照片，我真的很愤怒。林志远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炫耀吗？还是想羞辱我？我想起他在微信里发的那些话：苏晴，你一定要来啊！毕竟我们曾经也是夫妻一场。美娜说很想见见你，她很好奇我的前妻是什么样子的。婚礼在丽晶酒店，你应该知道那里。当年你一直想在那里办婚礼，但是我们没钱。现在我终于可以在那里办婚礼了，你会为我高兴的吧？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，狠狠地扎在我心上。丽晶酒店，那是这个城市最豪华的5星级酒店。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确实提过想在那里办婚礼，但林志远说太贵了，我们负担不起。最后我们只在一个普通的酒店办了婚礼，简简单单的，连婚纱都是租的。现在他居然要和小三在丽晶酒店办婚礼，这不是打我的脸吗？我越想越气，差点想直接把他拉黑。但是转念一想，我为什么要躲？我又没有做错什么，凭什么要像做贼一样躲着他？正在这时，江晨回来了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他看到我的表情，关心地问道。我把手机递给他，把整件事说了一遍。江晨看完后，脸色也沉了下来。这个人渣！他愤怒地说，明摆着是想羞辱你，那我不去不就行了？我说不。江晨摇了摇头，你应该去。为什么？我不解地问。江晨走过来，抱住了我。晴晴，你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为什么要躲？如果你不去，别人会怎么想？会以为你放不下他，会以为你见不得他好。但如果你去了，落落大方地祝福他们，反而显得你有格局。我想了想，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那我就去一趟，祝福他们，然后离开。我说不。江晨摇了摇头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你陪我去？我有些意外。对，江晨认真地说，我是你男朋友，这种场合我当然要陪着你，而且我也想见见这个传说中的前夫。看着江晨坚定的眼神，我心里涌起一阵暖流，有他在身边，我什么都不怕。那好，我们一起去。我说，不过我们要好好准备一下。怎么准备？我眯起眼睛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。既然他想炫耀，那我就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炫耀。我立刻给林志远回了消息，好啊，我一定准时参加。对了，我会带男朋友一起去，希望你们不介意。林志远很快回复了，当然不介意，我们很期待见到你的男朋友。他还发了个笑脸的表情，但我能感觉出来，他肯定在心里冷笑。他以为我是故意找个男人来充门面呢，那就让他见识见识吧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开始精心准备。首先是礼服，我去了市里最高档的精品店，挑了一件香槟色的丝质长裙。这件裙子剪裁完美，穿在身上既优雅又性感，价格也不菲，28000。以前和林志远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从来不敢买这么贵的衣服，他总是说我乱花钱，说我不会持家。但现在我有能力给自己买最好的东西。然后是首饰，我戴了一套钻石项链和耳环，是江晨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这套首饰价值10几万，在灯光下闪闪发光，非常夺目。最后是包包和鞋子，我选了爱马仕的最新款包包，还有一双定制的高跟鞋，全身上下加起来差不多20万。这在以前是我和林志远1年的工资总和，但现在这
这只是我1个月的收入而已。江晨也很配合我的计划，他穿了一身定制的阿玛尼西装，戴了百达翡丽的手表，整个人看起来英俊挺拔，成功男士的气质一览无余。我们2个站在一起，简直就是金童玉女的组合。晴晴，你今天真美。江晨看着我，眼中满是赞赏。谢谢。我挽住他的胳膊，我们走吧，去给他们一个惊喜。丽晶酒店果然很豪华，大理石的地面，水晶的吊灯，到处都透着奢华的气息。我们到达的时候，宾客已经陆续到场了。我一眼就看到了林志远和张美娜。林志远穿着一身黑色西装，头发梳得油光锃亮，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。张美娜穿着白色的婚纱，确实很年轻漂亮。她挽着林志远的胳膊，像个小鸟依人的样子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里没有任何波澜，甚至有种看戏的感觉。就是他们。江晨在我耳边低声问道。我点了点头。准备好了吗？当然。江晨整理了一下西装，该是我们表演的时候了。我们走向签到台，负责签到的是林志远的朋友，叫王磊。我以前见过几次。王磊看到我，先是一愣，然后热情地打招呼：苏晴，你来了。当然要来。我笑着说，志远结婚这么大的事，我怎么能缺席呢？这位是……王磊看向江晨，这是我男朋友江晨。我介绍道。江晨主动伸出手，你好，我是江晨。王磊和江晨握手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他的表情有些意外，可能是因为江晨的气质太出众了，和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江先生，欢迎欢迎。王磊客气地说。我们签完到，正准备进入宴会厅，就听到身后传来林志远的声音：苏晴。我转过身，看到林志远和张美娜走了过来。林志远的脸上还挂着笑容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的眼神有些复杂，可能是没想到我真的会来吧。志远，恭喜你们。我大方地说道，新婚快乐。谢谢。林志远的目光在我身上扫了一遍，然后看向江晨。这是我男朋友江晨。我再次介绍。江晨礼貌地向林志远伸出手。你好，我是江晨。晴晴经常提到你。林志远和江晨握手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表情明显僵硬了一下。江晨的手表在灯光下闪着光泽，那是一块百达翡丽的限量版，价值上百万。林志远显然认出了这块表，脸色微微有些变化。江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林志远问道。投资。江晨简单的回答，有自己的公司。哦，投资啊。林志远点了点头，但语气有些酸。现在投资行业竞争很激烈吧？还好。江晨云淡风轻地说，主要是选对项目。去年我们投资的几个项目都有不错的回报。林志远的脸色更难看了。他在一家普通的贸易公司做销售经理，年薪也就20来万，和江晨这种投资公司的合伙人根本没法比。美娜，快过来见见苏晴姐姐。林志远转身对张美娜说道。张美娜走过来，甜甜地叫了一声：苏晴姐姐好。你好。我礼貌地回应。你很漂亮。志远很有眼光。谢谢姐姐夸奖。张美娜脸红了一下。姐姐也很漂亮，而且好有气质，难怪志远哥哥总是夸你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冷笑。林志远夸我，他要是真的夸我，就不会出轨了。不过我脸上还是保持着微笑。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这时，宴会厅里响起了音乐声，婚礼仪式要开始了，我们先进去吧。我说，好的。林志远点头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的心情并不好，可能是因为江晨的出现，让他原本的计划出现了偏差。
我们进入宴会厅，找到了座位。宴会厅装修得很豪华，鲜花、蜡烛、香槟，一切都很完美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林志远这次确实花了大价钱，但我心里很清楚，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张美娜家出的。张美娜的父亲是个小老板，家里条件不错，而林志远还是那个林志远，没什么本事，只是换了个有钱的女朋友而已。婚礼仪式正式开始了，司仪是个很会活跃气氛的人，把现场搞得很热闹。今天是林先生和张小姐大喜的日子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这对新人。台下响起了掌声，我也礼貌地鼓掌，脸上挂着得体的笑容。现在有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林志远和张美娜开始交换戒指。看着这一幕，我想起了我们当年的婚礼，那时候我们买的戒指才几千块钱，还是分期付款的。而现在，张美娜手上的那颗钻戒，少说也要10几万。果然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现在有请新郎致辞。司仪把话筒递给了林志远，林志远接过话筒，清了清嗓子。今天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，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到来。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美娜，是她让我重新相信了爱情。她温柔、善良、美丽，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女人。我向她保证，我会用我的生命来爱护她，珍惜她。说到这里，林志远故意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带着明显的炫耀和挑衅，好像在说：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真正的女人，不像某些人只知道工作，一点女人味都没有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心里毫无波澜。这个幼稚的男人到现在还在搞这种小动作，真是可笑。我也要感谢今天到场的每一位朋友，包括一些特殊的朋友。林志远继续说道，比如我的前妻苏晴，她今天也来祝福我们了。全场的目光顾时都转向了我，我感受到了那些好奇、同情，甚至是幸灾乐祸的眼神。林志远这是故意的，他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他的前妻，是被他抛弃的女人。他想让我在众人面前丢脸，但我没有慌张，而是优雅地站了起来。谢谢志远提到我，我微笑着说，我也要祝福你们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。我很高兴看到志远找到了他的真爱，也希望你们能够珍惜这份感情。我的话说得很得体，既不卑微，也不咄咄逼人。台下响起了掌声，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，林志远肯定还有后招。果然，司仪接下来说，刚才新郎提到了他的前妻苏晴女士，我们也要感谢苏晴女士的大度和祝福。不过我很好奇，苏晴女士对于前夫的新婚有什么感想呢？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？全场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在我身上。这个司仪明显是林志远安排的，他们想让我在众人面前出糗，想让我说出一些酸葡萄的话，或者表现出嫉妒的样子，这样他们就能在心理上彻底击败我了。但是他们低估了我，我不慌不忙地站起来，接过服务员递来的话筒。既然大家都想听，那我就说几句。我清了清嗓子，首先，我要祝贺志远和美娜能够找到彼此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其次，我要感谢志远。感谢什么？我看向林志远，发现他脸上的得意表情有些僵硬。感谢他当年的离开，让我有机会遇到更好的人。我转向江晨，眼中满含深情。如果没有离婚，我就遇不到我现在的男朋友江晨。江晨比我想象中的任何人都要优秀，他成熟、稳重，事业有成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懂得尊重女人。台下开始有小声的议论声。我继续说道，
有时候我觉得离婚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，它让我重新找到了自己，也让我遇到了真正适合我的人。所以，谢谢你，志远。说完，我优雅地坐了下来，全场鸦雀无声。所有人都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。林志远的脸色已经完全变了，从刚才的得意变成了现在的难看。他没想到，他精心设计的羞辱计划反而成了我的反击舞台。台下开始有人鼓掌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很多人都在用赞赏的眼光看着我。可能是因为我的话说得太精彩了，也可能是因为我的表现太优雅了。总之，现场的气氛已经完全变了。原本应该是林志远和张美娜的主场，现在却变成了我和江晨的表演舞台。司仪赶紧救场。好的，谢谢苏晴女士的祝福。现在让我们继续婚礼仪式。但我知道林志远心里肯定很不爽，他的脸色已经说明了一切。婚礼仪式结束后，就是晚宴时间。我和江晨被安排在一个靠后的位置，可能是林志远故意的，但我们毫不在意。相反，我们表现得非常恩爱，时不时地说说笑笑，交流亲密。很多宾客都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，有些人可能认识我，知道我是林志远的前妻，看到我现在的状态，肯定很惊讶。晴晴，你刚才的表现太棒了。江晨在我耳边轻声说道。看到没有？林志远的脸都绿了。我偷偷看了一眼主桌，发现林志远确实脸色很难看。他原本想羞辱我，结果反而被我反击了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过得比他好，我找到了更优秀的男人，这还只是开始。我轻声对江晨说，等着看更精彩的。这时，有几个林志远的朋友走了过来。苏晴，好久不见啊。其中一个叫李明的男人说道，你现在越来越漂亮了。谢谢，我礼貌地回应。这位是你男朋友吧？李明看向江晨，看起来很成功的样子。是的，这是江晨，我介绍道。江晨主动和他们握手。大家好，江先生是做什么的？另一个叫赵刚的男人问道。投资。江晨简单的回答。哦，投资啊。赵刚眼睛一亮，那一定很赚钱吧？还可以。江晨谦虚地说。能不能透露一下大概年收入多少？李明八卦地问道。这个问题有些不礼貌，但江晨还是很绅士地回答了。具体数字不方便说，不过比一般人要多一些。多一些是多少？赵刚继续追问。我有些不悦，正想阻止他们继续问下去，江晨却对我使了个眼色。这样说吧，江晨想了想，我去年买了一套房子，花了800万，全款。全场鸦雀无声。800万的房子，全款，这意味着江晨的身家至少有几千万。在这个城市，这绝对是超级富豪的级别。所有人都用震惊的眼神看着江晨，然后又看向我。他们显然没想到，我居然找了这么优秀的男朋友。800万。李明结结巴巴地说。全款。对，江晨淡定地回答。主要是不喜欢欠债的感觉。这句话更是让所有人震惊。不喜欢欠债的感觉，这得有多少钱才能说出这种话？我注意到主桌那边的林志远也听到了我们这边的对话，他的脸色更加难看了。他现在住的房子还在还房贷呢，每个月要还8000块，而江晨居然能全款买800万的房子，这差距也太大了。江先生真是年轻有为啊。李明赞叹道。苏晴真是有眼光。是我有眼光。江晨看着我，眼中满含深情。能遇到晴晴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心里暖暖的。周围的人都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们，可能在他们看来，
我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这时，张美娜走了过来，苏晴姐姐，我能和你单独聊聊吗？她怯怯地问道。我有些意外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当然可以。我和张美娜来到宴会厅外的阳台上。姐姐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张美娜咬着嘴唇说道。什么话？关于我和志远哥哥的事情。她深吸了一口气。我知道我们的开始不太光彩，我为此感到很抱歉。但是姐姐，我和志远哥哥是真心相爱的。我看着她，心里有些好笑。这个小女孩还挺天真的。美娜，你不用跟我道歉。我平静地说，你们的事情与我无关。但是，没有但是。我打断她，我和志远已经离婚1年了，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，你不用有任何心理负担。张美娜看着我，眼中有些复杂的情。姐姐，你真的一点都不恨我吗？她小声问道。恨你？我笑了。为什么要恨你？因为是我破坏了你们的婚姻。美娜，你想多了。我摇了摇头。我和志远的婚姻早就出现问题了，不是因为你。如果不是你，也会有别人。真的吗？张美娜眼中闪过一丝希望。真的，我肯定地说。而且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比以前好太多了。我应该感谢你们，让我重新找到了自己。张美娜听到这话，明显松了一口气。姐姐，你的男朋友真的很优秀。她羡慕地说，你们看起来很相配。谢谢。我微笑着说，你们也很相配，希望你们能够珍惜彼此。张美娜点了点头，我会的。我们回到宴会厅后，晚宴已经进入尾声，很多宾客开始陆续离场，我和江晨也准备离开了。临走前，我们去和林志远夫妇道别。志远，美娜，我们先走了。我礼貌地说，今天的婚礼很成功，祝你们新婚快乐。谢谢。林志远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谢谢你们能来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的心情很复杂。今天本来应该是他的高光时刻，是他在我面前炫耀的机会，但结果却完全相反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，我过得比他好，我找到了更优秀的男人，这对他的自尊心来说，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那我们走了。江晨也礼貌地道别。我们离开丽晶酒店，坐上江晨的车，那是一辆崭新的奔驰 S 级，价值100多万，和林志远的那辆20万的本田比起来，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。今天表现得不错。江晨启动车子，笑着对我说，看到林志远的表情了吗？简直精彩极了。是啊，我也笑了。他可能做梦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他以为邀请你参加婚礼就能羞辱你，结果反而成全了你，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。我们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晴晴，其实我有个提议。江晨突然说道。什么提议？我们也办个婚礼吧。江晨认真地看着我。既然林志远能在丽晶酒店办婚礼，我们为什么不能？而且我们要办得比他们更盛大、更豪华。我愣住了。你是在求婚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。江晨停下车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，打开后，里面是一颗硕大的钻戒，在车内的灯光下闪闪发光。苏晴，嫁给我吧。他深情地看着我，让我用余生来爱你，保护你。看着那颗钻戒，我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，不是因为伤心，而是因为幸福。我愿意。我哽咽着说，江晨，我愿意嫁给你。江晨为我戴上戒指，然后紧紧拥抱了我。晴晴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就在这一刻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一条微信消息，发件人是林志远。我点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，苏晴，你今天带来的那个男朋友是不是临时找来的演员？演技还挺不错的。
不过想骗我没那么容易。看到这条消息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这个男人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现实。怎么了？江晨注意到我的异常，我把手机递给他。江晨看完后，脸色也沉了下来。这个人还真是执迷不悟。他冷笑道：既然他不见棺材不掉泪，那我就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现实。你想怎么做？我问。江晨掏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电话。喂，王经理吗？我是江晨。对，有个事情需要你帮忙查一下。林志远在华盛贸易公司上班，销售经理。我想了解一下他的具体情况，包括工作表现、收入状况等等。好的，麻烦你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江晨对我说：王经理是我们公司的合作伙伴，他在这个行业很有人脉。林志远的具体情况很快就能查清楚，到时候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现实。第二天上午，江晨就收到了王经理的回复：江总，林志远的情况我查清楚了。王经理在电话里说，这个人在华盛贸易公司确实是销售经理，但业绩一般，年收入大概20万左右。最关键的是，他现在负债累累，房贷还有80多万没还完，信用卡欠了10几万，还在外面借了不少钱。据我了解，他这次结婚的费用大部分都是他老婆家出的，他自己基本没什么积蓄。听到这些消息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林志远就是这样的人，爱面子，喜欢打肿脸充胖子。当年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总是要买一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东西。现在看来，他还是没有改变。另外，江总，我还听说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。王经理继续说道：林志远昨天晚上在朋友圈里发了很多照片，都是炫耀他婚礼的，但是很多人都在下面评论，说他前妻现在过得比他好多了。还有人说他前妻的男朋友是个大老板，身家上千万。现在林志远在朋友圈里已经成了笑话。我和江晨对视一眼，都忍不住笑了。林志远本来想炫耀，结果反而让自己成了笑话，这真是太讽刺了。谢谢王经理，江晨说，这个消息对我很有用。挂断电话后，江晨对我说：晴晴，现在该我们反击了，你想怎么做？我问。既然林志远不相信你找到了好男人，那我就让他亲眼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成功。江晨拿起手机，开始翻找联系人。我有个朋友在电视台工作，专门做财经节目的。下个星期，我会作为成功企业家的代表，接受他们的专访。到时候，我会让全城的人都知道苏晴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人。我被他的计划震惊了，这样不会太高调了吗？不会，江晨摇头。其实这个专访早就定了，只是时间还没确定。现在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，让某些人看清现实。3天后，江晨接受电视台专访的消息就传开了。节目的主题是青年企业家的成功之路。江晨作为本市最年轻的投资公司合伙人，被邀请分享创业经验。消息一出，我的手机就响个不停，很多朋友都打电话来祝贺我，说我找了个这么优秀的男朋友。苏晴，你真是太幸福了。我的闺蜜小雨激动地说，江晨居然这么厉害，还要上电视了，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？记得一定要邀请我。会的，我笑着说，等我们定了日期，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对了，林志远知道这个消息吗？小雨八卦地问道。我昨天还看到他在朋友圈里说，你的男朋友是找来的演员呢，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。我无所谓地说，很快他就会知道真相了。电视专访那天，
我特意请了假，在家里看直播。江晨在节目中表现得非常出色，不仅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，还谈到了对未来的规划。主持人还专门介绍了他的背景：名牌大学毕业，硕士学历，35岁就成为投资公司的合伙人，管理资金规模超过10亿。江总，听说您最近有了新的人生规划？主持人问道。是的，江晨在镜头前微笑着说，我找到了我的人生伴侣，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，她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，不仅事业成功，人也很美丽。我们计划明年结婚。那恭喜江总了，主持人祝福道。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？很快了，江晨说，到时候一定邀请大家。看着电视里的江晨，我心里满满的都是骄傲和幸福。这就是我的男人，优秀、成功，还深深爱着我。节目播出后，我的手机又开始响个不停。这次不只是朋友们的祝贺，还有很多不熟的人打来电话，甚至连我的前同事都打来了。苏晴，我刚看了电视，你男朋友也太厉害了吧！天哪！投资公司的合伙人，管理10亿资金，这是什么概念啊？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？一定要请我们啊！面对这些恭维和祝福，我都礼貌地回应着。但我心里最想知道的是，林志远看到这个节目后会是什么反应？很快我就知道答案了。当天晚上，林志远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苏晴，我们需要谈谈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沉重，有什么好谈的？我平静地问。关于江晨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他真的是投资公司的合伙人。林志远的声音有些颤抖。你不是说他是演员吗？我反问道。怎么，现在改口了？林志远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，苏晴，我承认我错了，我不应该那样想你。你确实找到了比我更好的人。听到他的话，我心里没有任何得意或者快感，只有一种淡淡的释然。志远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说，我们都有了新的生活，就不要再纠结以前的事情了。苏晴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林志远的声音更加沉重了。这段时间，我想了很多，我发现离开你，可能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错误的决定。听到这话，我皱了皱眉头。志远，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吗？你已经结婚了，我也有了新的生活。但是，没有但是，我打断了他。志远，我希望你能珍惜你现在拥有的。美娜是个好女孩，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伤害了她。可是我发现，我还是爱着你的。林志远突然说出了这句话，我被他的话震惊了。这个男人在他结婚的第3天，居然对我说他还爱我。林志远，我生气地说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刚刚结婚3天，你的妻子还在家里等着你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我知道这样不对，但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。林志远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苏晴，看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，我心里很不甘心。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。如果时间能重来，我绝对不会选择离开你。听着他的话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曾经，我多么希望能听到他说这些话。曾经，我多么希望他能意识到我的好。但是现在，一切都太晚了。志远，你醒醒吧。我冷静地说，时间不会重来，我们也回不到过去了。你现在有了新的妻子，新的生活，就好好过下去，不要再想这些不现实的事情了。苏晴，我们真的没有可能了吗？林志远还在做最后的挣扎。没有，我坚决地说，永远都没有可能了。我现在很幸福，比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幸福1000倍、10000倍。我不会为了任何人放弃我现在的幸福。
说完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然后把林志远的电话号码拉入了黑名单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想再和这个人有任何联系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林志远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往事，那些痛苦的、甜蜜的、复杂的回忆一股脑地涌了出来。但很快我就调整好了心情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我要和江晨筹备我们的婚礼。第二天，我就和江晨开始讨论婚礼的事情。晴晴，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？江晨问我。我希望能够简单一些，温馨一些。我想了想说，不需要太豪华，有我们的亲朋好友在就够了。那可不行。江晨摇头，我的女人值得最好的婚礼。我要让全城的人都知道，苏晴嫁给了一个多么爱她的男人。看着江晨认真的表情，我的心里暖暖的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我已经联系了城里最好的婚庆公司。江晨说，我们要在君悦酒店举办婚礼。君悦酒店？我有些惊讶，那不是比丽晶酒店还要高档吗？当然，江晨笑道，丽晶酒店算什么？君悦酒店才是这个城市最顶级的酒店，在那里办婚礼至少要100万。我有些担心，会不会太奢侈了？为了你，再奢侈也值得。江晨握住我的手，晴晴，我要给你一个最完美的婚礼，让你成为全城最美丽的新娘。被他这么宠着，我心里既感动又有些不好意思。那我们邀请谁参加婚礼呢？当然是我们的家人和朋友。江晨想了想，对了，你觉得需要邀请你的前同事们吗？包括林志远。听到林志远的名字，我愣了一下。邀请他，这个想法让我觉得有些荒谬。为什么要邀请他？我问。因为我想让他亲眼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婚礼。江晨的眼中闪过一丝狡黠，他不是在丽晶酒店办了婚礼吗？那我就让他见识一下君悦酒店的婚礼，让他知道他和我之间的差距有多大。我想了想，觉得江晨说的有道理。既然林志远当初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是为了羞辱我，那我现在邀请他参加我的婚礼，也算是礼尚往来，好吧？那就邀请他。我点头同意。不过我觉得他不一定会来。他会来的。江晨肯定地说，像他这种人肯定会来的。他会想要亲眼看看你到底嫁给了什么样的人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们开始紧张地筹备婚礼。江晨真的很用心，每一个细节都亲自过问，从鲜花的品种到音乐的选择，从菜品的搭配到座位的安排，他都考虑得很周到。婚纱是从法国定制的，价值10几万；钻石首饰是从珠宝店精挑细选的，价值几十万。就连婚鞋都是意大利的手工定制。江晨，这样会不会太破费了？我看着账单，有些心疼。不会。江晨搂住我，为了我最爱的女人，花再多钱都值得。而且这些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最重要的是我要让你开心。被他这么宠着，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。婚礼请柬也制作得非常精美，用的是最好的纸张和工艺。我亲自给每一位宾客写邀请函，包括林志远。给林志远写邀请函的时候，我的心情很复杂。最终我写道，志远，我和江晨将于本月28日在君悦酒店举办婚礼，诚邀您和美娜参加，希望我们都能珍惜现在的幸福。苏晴。写完后，我让助理把请柬送到了林志远的公司。3天后，林志远回复了，他在微信里说，苏晴，恭喜你们，我和美娜一定会准时参加的。
看到他的回复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，既期待又忐忑。期待的是，我终于可以在他面前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；忐忑的是，我不知道见面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况。紧张吗？江晨看出了我的心思，有一点，我诚实地说，不用紧张。江晨拍拍我的肩膀，这是我们的主场，你是今天最美的新娘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抢走你的风头。婚礼当天，天气特别好，阳光明媚，万里无云。君悦酒店被装饰得像童话世界一样美丽，大厅里摆满了白玫瑰和香槟色的绸带，水晶吊灯闪闪发光，整个空间都散发着浪漫的气息。我穿着那件法国定制的婚纱，戴着钻石首饰，感觉自己就像公主一样。天哪，苏晴，你今天真是太美了！我的闺蜜小雨看到我，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新娘，谢谢。我在镜子前转了一个圈，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。这时，婚礼策划师进来了，苏小姐，宾客已经陆续到达了。林志远先生和他的夫人也来了。听到林志远已经到了，我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了。他们坐在哪里？我问。按照您的要求，安排在中间靠后的位置。婚礼策划师回答。我点了点头。这个位置既不会太显眼，也不会太偏僻，刚刚好。苏小姐，您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整理了一下婚纱。我们开始吧。婚礼进行曲响起的那一刻，整个大厅都安静了下来。我挽着父亲的手臂，缓缓走向婚礼台，所有的宾客都站了起来，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。在人群中，我一眼就看到了林志远，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，表情有些复杂。张美娜站在他身边，穿着一件粉色的连衣裙，看起来很年轻，很漂亮。但是和我今天的造型比起来，她就显得有些普通了。我没有在他们身上停留太久，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婚礼台上的江晨。江晨穿着一身定制的燕尾服，英俊的像王子一样。他看着我走向他的样子，眼中满含深情和骄傲。当我走到他身边的时候，他握住了我的手。你今天真美，他在我耳边轻声说道。谢谢，我也轻声回答。婚礼司仪是江晨专门请来的，非常专业，把整个仪式主持得很完美。各位来宾，欢迎大家参加江晨先生和苏晴女士的婚礼。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两个相爱的人将在这里许下一生的诺言。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我偷偷看了一眼林志远，发现他正在认真地看着台上的我们。他的表情很复杂，有震惊，有羡慕，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情绪。现在有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江晨拿出戒指，那是一颗5克拉的钻石戒指，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台下传来了惊叹声，很多人都在议论这颗戒指的价值，至少50万。太漂亮了，江总真的很宠苏小姐。我也拿出了给江晨准备的戒指，是一枚铂金的男戒，简洁而优雅。我们互相为对方戴上戒指，然后深深地拥吻在一起。台下爆发出更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。现在有请新郎致辞。江晨接过话筒，清了清嗓子，谢谢大家来参加我和晴晴的婚礼。能娶到晴晴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。她美丽、聪明、独立、坚强，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女人。我向她保证，我会用我的生命来爱护她，珍惜她，保护她。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我都会一直陪伴在她身边。晴晴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，我爱你。说完，
江晨转向我，深情地看着我，台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。我也接过话筒，开始我的致辞。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遇到江晨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，他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幸福感。和他在一起，我感受到了什么叫被宠爱，什么叫被珍惜。我也向他保证，我会用我的一生来爱他，支持他，和他一起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江晨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我爱你。说完，我们再次拥吻在一起，台下的掌声更加热烈了。我在掌声中偷偷看了一眼林志远，他的脸色已经完全变了，从刚开始的复杂变成了现在的苍白。可能是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差距已经是天壤之别了。婚礼仪式结束后，就是晚宴时间。君悦酒店的晚宴比丽晶酒店的规格高了不止一个档次，光是餐具就全部是银质的，每一道菜都是大厨精心制作的，红酒是从法国空运过来的，香槟是最顶级的品牌。整个晚宴的费用大概相当于林志远1年的收入。很多宾客都在赞叹这场婚礼的豪华程度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江总真是太舍得了，苏小姐真是嫁给了一个好男人。听着这些赞叹声，我心里很满足，不是因为虚荣，而是因为我确实嫁给了一个很爱我的男人。很快很多人过来敬酒，其中就包括林志远和张美娜。苏晴，江总，恭喜你们！林志远举起酒杯，声音有些僵硬。谢谢，我优雅的回应，没有多余的客套。张美娜在一旁怯怯地说：“姐姐，你今天真的好美，这个婚礼太梦幻了。”谢谢夸奖，我微笑着回答。江晨也很绅士地和他们碰杯，谢谢你们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林志远喝完酒后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江总，能单独聊几句吗？”江晨看了我一眼，我点了点头，当然可以。他们走到一边，我注意到林志远的表情很严肃，虽然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，但从肢体语言可以看出，林志远在向江晨道歉，可能是为之前质疑江晨身份的事情道歉，也可能是为别的什么事情。江晨的表情很平静，偶尔点点头，看起来很有风度。几分钟后，他们回来了，林志远的脸色更加苍白了，但看起来释然了一些。苏晴，我们该走了，他对我说。好，路上小心，我礼貌地回应。苏晴，我希望你能永远幸福。林志远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，然后和张美娜离开了。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不是因为还有什么情感牵扯，而是感慨命运的安排。如果当初林志远没有出轨，如果我们的婚姻继续下去，我就永远不会遇到江晨，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幸福。所以我应该感谢他当初的离开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我好奇地问江晨。没什么重要的。江晨摇头，就是道了个歉，说以前对你不够好，还说希望我能好好对你。我告诉他，这个不用他操心，我自然会用一生来爱护你。听到江晨的话，我心里很温暖，这就是成熟男人和幼稚男人的区别。江晨不会因为林志远的存在而感到威胁或者嫉妒，因为他足够自信，也足够爱我。婚礼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多才结束，所有的宾客都对这场婚礼赞不绝口，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完美的婚礼。回到新房后，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累吗？江晨心疼地问我。有点。我坐在沙发上，脱掉高跟鞋，但是很开心。今天真的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，对我来说也是。江晨坐在我身边，拥抱住我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江太太了。江太太，
我重复了一遍这个称呼，觉得很好听。我喜欢这个称呼。那你会后悔嫁给我吗？江晨开玩笑地问。当然不会。我认真地看着他，嫁给你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。那就好。江晨吻了吻我的额头，我会用行动证明你的选择是对的。3个月后，我和江晨去海外度蜜月，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上，我们偶遇了一对中国夫妇。女方看到我，惊讶地叫了起来：“苏晴！”我转头一看，原来是我的前同事李娟。李娟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我们在度蜜月。李娟兴奋地介绍她身边的男人，这是我老公张伟。我们聊了一会儿，李娟告诉我一些国内的消息。对了，你知道林志远的近况吗？她八卦地问我。不知道。怎么了？我有些好奇。他们离婚了。李娟压低声音说，就在上个月。离婚了。我有些惊讶。为什么？据说是因为性格不合。李娟说，张美娜受不了林志远的脾气，还有他的经济压力。林志远现在一个人住，每天都在公司加班，看起来很憔悴。有人说他很后悔当初离开你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既不高兴也不同情，只是觉得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算了，不说他了。我摇摇头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说得对。李娟点头。你现在这么幸福，就不要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。对了，听说你们公司的业绩又创新高了。是啊，我笑着说。江晨总说，成功的女人最有魅力，她很支持我的事业。真羡慕你。李娟感慨道，嫁给了这么好的老公。是啊，我确实很幸运。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后，我遇到了真正适合我的人。江晨不仅事业成功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懂得尊重我，支持我，爱护我。和他在一起，我感受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幸福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当初林志远没有出轨，如果我们的婚姻继续下去，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可能还是那个为了家庭而牺牲自己的女人，可能还是那个得不到丈夫认可的妻子。所以，我要感谢命运的安排，感谢林志远当初的离开，让我有机会遇到更好的人，感谢那段痛苦的经历，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和独立。现在的我，不仅事业成功，还有一个爱我的丈夫。我们计划明年要个孩子，组建我们自己的家庭。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加美好。至于林志远，我真心希望他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毕竟我们曾经也是夫妻一场，但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。离开他，嫁给江晨，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。在巴黎的夕阳下，我挽着江晨的手臂，漫步在塞纳河边，微风轻拂，河水波光粼粼。晴晴，你在想什么？江晨注意到我的沉思，在想我们的未来。我靠在他的肩膀上，想着我们会有多少个这样美好的时光，会有无数个。江晨紧紧抱住我，我保证。看着远方的埃菲尔铁塔，我心里满满的都是幸福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爱情。感谢生活给了我第2次选择的机会，也感谢我自己有勇气去追求真正的幸福。现在的我真的很满足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